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飞机，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威力有多大，而是在于它谁开谁死，因为它是用导弹做的。开上它，你只能拥有2分钟的飞行体验，然后你就嘣的一声，人没了。可能你也猜到了，它就是2战期间日本大名鼎鼎的樱花机，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樱花弹。这可是一架真正纯人工制导，对目标进行打击的自杀性导弹武器。那么这款自杀式武器为什么会被研究出来？它的威力是否真的能摧毁美军军舰呢？要说人就不能被逼得太急，逼得太急指不定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2战后期的日本就是这么被逼疯的。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接连遭遇惨败，早已无力抵御美军的强大火力。在面对崩溃的战局和已经注定失败的命运时，日本不仅没有投降，反而将自杀攻击当作了最后的挣扎手段，研发出来各种各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黑科技，妄图扭转战局。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神风特战队自杀式袭击飞机和手工操作的回天鱼雷。樱花弹和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些自杀式武器中最简单、最廉价、威力最强的武器，是日军最后孤注一掷的救命稻草。樱花弹的出现是受到了同为轴心国德国唯一巡航导弹的启发，是一款专门用来对付美军战舰的武器。樱花弹单从外形上看就与普通的飞机不一样，机身圆，机翼短，像一个铁桶插了双翅膀，仅由一个 1.2 吨 TNT 当量的机头、木质机身、驾驶舱以及一个火箭发动机组成，并且为了保证特工队员完成任务，会断绝其一切求生欲。樱花弹不仅没有航炮，没有机枪，最狠的是没有起落架，而且只为飞行员提供单程油料，仅只够打击目标之用。工作人员还会将舱门焊死，飞行员根本无法从内部打开，想在空中逃跑都不成，一点生还的机会也不给。这样的樱花弹就是一款人肉版的巡航导弹，等待飞行员的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说飞行员都是金疙瘩吗？为什么樱花弹的飞行员跟买菜送的一样，这么不值钱呢？原来2战中日军的前线吃紧，大量的优秀飞行员已经战死，樱花弹的飞行员都是一些通过招募而来的志愿者，或是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年轻人，再加上配合一些精神性药物，一些飞行员甚至能达到一听可以为天皇玉碎就倍感欢欣鼓舞的程度。他们临行前都会互相鼓励一句靖国神社见。可见这些樱花特工队员的心理素质的确要比普通的神风队员高，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临阵脱逃的实战记录。樱花弹没有起落架，是可以自杀式降落，那它是怎么起飞的呢？因为樱花弹的航程仅有36公里，除了火箭推进器以外，没有任何可以续航的装置，所以需要由301式轰炸机来承担搭载母机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轰炸机先将樱花弹运送到离目标大约36公里的上空，然后与之脱离。当樱花弹解除绑定时，驾驶员通过目标瞄准锁定目标，俯冲而下，在飞行员高喊天皇万岁的同时，开始操作机体，让其与目标发生撞击，触发 1.2 吨当量的炸弹。如果操作得当，樱花弹会在一阵猛烈的爆炸声过后与敌舰同归于尽。此时樱花弹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40公里，一旦在几十公里内被近身，几乎就拦截不了了。这么看来，樱花弹哪里是飞机，分明更像是一枚人工制导的反舰导弹，而导弹的引导头和控制器就是里面那个倒霉的驾驶员。再加上樱花弹的设计构造简单，让它的制作成本可以说是低得离谱，全机身最贵的恐怕也就是炸药和火箭推进器了，其他的都是一些破烂，木质的机身也不值几个钱，飞行员还都是志愿者，这可真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好项目。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看似设计完美的樱花弹战机，但在实战中却是一款漏洞百出的武器。首先还是樱花弹的飞行距离太短，使用母机将其运输到距离目标36公里的地方，母机将会暴露在敌人的侦察范围内。在实际使用中，301式轰炸机投射完樱花弹即将返航后，大多数都被美军击落，能够完整返回基地的母机非常少，所以在双重成本的付出下，日军开始对樱花弹失去信心。
其次是樱花弹，在与早期的神风敢死队的战机相比，樱花弹应该可以携带更多的炸弹，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应该更大才对。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樱花弹的引爆装置会经常出现问题，在撞击美军战舰后，炸弹突然失灵的情况绝非少数。试想一下，樱花弹在撞击到美国军舰甲板后，不但没爆炸，反而是驾驶员摔死了，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最后，樱花弹仅靠尾部3个固体火箭发动机提供推力，每个发动机只能燃烧9秒，也就是说，它只能维持27秒的有动力飞行。这意味着驾驶员要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找到目标，再调整角度，让弹头不偏不倚，恰好撞在目标上。这对于一些老飞行员来说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这些驾驶樱花弹的志愿者了。完全是赶鸭子上架，成功击毁目标的概率太小，并且火箭发动机点火会造成重力过大，飞行员若是扛不住那么快的加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昏迷。所以这群志愿者在驾驶樱花弹时，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了广阔的大海里喂鱼。尽管樱花弹存在多种缺点，日军高层仍然决定进行大量生产。根据数据记载，日本在2战后期研制了出厂800多架，应用于实战的共有55架，却战死了540人。仅仅在第一次袭击时，给美军造成了一些损失。美军1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重伤。此后，美军开始远离日本本土进行航行，这让里程仅有36公里的樱花市无所适从。你可以说樱花弹厉害，但也别不把美海军当回事儿呀。美国海军是十分重视防空的，战舰上高射炮遍布，哪儿都是刺，而且天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舰载机在护航。这些舰载机是美军 F-6F 坡腹战斗机，作战半径都有1000公里，随时可以将樱花弹连同母机一块击落。日本想凭借一架参数落后的伊式轰炸机就想近身突脸，是不是有些困难了？其实2战时期，德国纳粹人也搞过人肉制导导弹，只不过德国的这种导弹在击中目标前可以将驾驶舱与机体分离，驾驶员有机会跳伞逃生，称不上自杀式武器。好处就是活着回来的飞行员可以评估打击效果，总结经验，反馈意见，完善武器。而樱花弹每次作战都是无法返航，总结经验更不可能，损失降不下来，能出动的也就越来越少。在科技水平极高的美国人面前，樱花弹很难有所作为。樱花弹性能极差，战果寥寥，仅在第一次攻击时创下过炸毁1艘驱逐舰的战绩，对美国海军造成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人戏称樱花弹为音色弹，讽刺这种又傻又没用的自杀行为。最后有个小彩蛋，樱花弹的驾驶舱内还会留有一个放置武士刀的架子，来作为驾驶员最后的精神加持。你对这款自杀式武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